我很少有机会像这样面对面的和人聊天呢，你也是吗？没关系，不用紧张，就把我当成一位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吧。和我聊任何事都可以，放心，这将是一段非常愉快的时间。是一下子想不到该说什么吗？那可以先由你来向我提问哦。你说想知道我的过去，那可是很长的一段故事，真的要听吗？好吧，那么要从哪里讲起呢？就从黄昏街开始吧，毕竟那里是一切故事的起源。那个时候，我在一家慈善疗养院工作，救助因灾难而流离失所的人们。嘘。总算拆下来了，哎呀，累死我了！哎，感谢我吧，小不点儿们，这下这所学校就困不住你们啦。你们很快就会发现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。你们获得了自由，而我获得了新的货物，嘿，皆大欢喜，皆大欢喜。不过这么大的门要怎么运走呢？或许你需要一辆推车。没错没错，就是它，这可真是瞌睡的遇上了。算总账的。那个今天天气不错，你也来这里散步？散步？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，您刚才说这是货物吧？原来你听到了。那个怎么说呢？我错了，我不该动坏脑筋，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大人大量饶了我吧！你求饶的真快啊！毕竟我最大的优点就是擅长审时度势嘛。这么说来，对你来说，这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了。那个，
身处于黄昏街的每个人都拥有各自的苦难，但即便如此，也不该士可杀不可辱。我情愿你打我一顿，也不想听你的说教。哎呀，那群小家伙也是，肯定耳朵都长茧了。强迫他们听你啰嗦也就罢了，还把他们困在这里，连要做什么、什么时候做都列得明明白白。这哪里是学校啊，简直是监狱！原来你是这样认为的。那么你是否知道，这里是疗养院，并非学校？疗养院？没错，这里的孩子都疾病缠身，一不小心就会有生命危险。为了保护他们，我才不得不把他们困在这座小小的疗养院中。原来是这样。看你并没有恶意，我也不会再追究什么了。但是，希望你能理解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你一样自由，有些人只有在束缚中才能生存。虽然很难认同你的观点，不过我勉强同意，你这样做的确是在保护他们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打算当什么解放备受折磨的学生的一道了。真的？当然，我可是言出必行。放心吧，这里的孩子不会再见到什么黄昏街的小精灵了。原来你也听到了那个故事吗？既然如此，下次讲故事的时候不必躲在暗处，过来和孩子们一起听吧。我才不要呢，都是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什么一头撞在黄金鸟笼上的夜莺，为什么连一只鸟都不放过？弄哭大家对你到底有什么好处？还有什么喜欢大笑的卡尔帕？这种东西小孩子听了真的不会做噩梦吗？哎呀，总之你的这些故事还是留着哄那些小不点吧。再见。不对，最好再也别见了。这不是一个故事也没落下，全部听完了吗？疗养院的生活就是这样，虽然不时有小插曲发生，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安宁平和的。你问我那个孩子叫什么？很可惜，当时他跑得太快，我还没来得及问他的名字。是啊，不过从那之后，孩子们之间又流传起了黄昏街异盗的传说。据说是一位劫富济贫的侠盗，总是会悄悄给疗养院送来物资。或许有些人原本也不需要太多的教导吧，不过谁又能想到数年之后我们会在烛火之俄再度相遇呢？我、千劫以及那个孩子帕朵菲利斯，从黄昏街一路走向了文明的黄昏，这实在是一种奇妙的缘分。千劫啊，对了，忘了把他介绍给你，他是疗养院的另一位成员，一个特立独行的人。我要说的另一段往事就和他有关。烦死了，滚，给我滚开！千劫，这些箱子可没有长脚，哪怕你再怎么请求，他们也不会自己离开的。你哪只耳朵听到我在请求了？莫名其妙的女人，还是说你想像这些箱子一样被我捶上2拳？人体不是纸箱，是会感觉到疼痛的，所以不要轻易的对人挥拳，这是最基本的常识，记住了吗，千劫？不要一副哄小孩的模样，真让人生厌。抱歉，
我看到你和疗养院的孩子们相处得很好，还以为你会喜欢这样的说法。相处得很好。阿波尼亚，你是眼睛出了问题吗？怎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？孩子们都很喜欢你，只要说出你的名字，很快就会停止哭泣。这难道不是感情好的证明吗？这就是你总想把那些小崽子往我身边凑的原因吗？突然觉得他们也挺不容易。千姐，不要叫他们小崽子，他们是一群可爱的孩子。在脑海里回想一下，他们稚嫩的脸和小小的双手。你有完没完？走开，别来烦我。千姐，不要拿食物出气，否则的话，我就要生气了。生不生气关我什么事？嗯。食物被浪费了不少，箱子也报废了，要到哪里去补充剩下的食材呢？总之，先向捐赠食材的好心人道个歉吧。这栖息室，不，应该不是从他身上发出来的。这条街道上还有同类。好年轻的女孩子，似乎是生面孔，要不要告诉她呢？这条街并不安全。你好。应该与他无关，还是不要打扰他了。他命运的丝线看来并非普通人，还是静静守望他的命运吧。抱歉。这就是关于那位千姐的往事。吵架？怎么会呢？我和她从未争吵过。
我只是帮他平复了内心的焦躁而已。这样的对话发生了许多次，我们都已经对此习以为常了。是啊，即便是在以混乱和异常著称的黄昏街，我也没见过第二个像千杰那样的男人。不过他的内心并不像他表现出来的那样狂躁而混乱。相信总有一天他可以和大家打成一片，如果没有那件事发生的话。我刚才走神了吗？抱歉，我只是想起了一些往事。没错，就是那件事。接下来的话题就不那么令人愉快了。你真的要听下去吗？我知道了，我会尽量选择温馨的片段。至于那些黑暗的瞬间，就让它们深藏在我的心底，再也不适于任何人吧。让我继续讲下去吧。那是我出访烛火之娥的第1天。高层们还在开会，在对你进行审判之前，这里就是你的观察室。这里是审讯室，重刑犯将在这里被决定未来的去处。重刑犯吗？我会受到怎样的审判呢？恕我无可奉告。我对自身的命运其实并无关切，因为我已经看到过太多。那么我可以问另一个问题吗？你说。疗养院的住户中还有幸存者吗？阿波尼亚，有些时候隐瞒并不意味着欺骗，而是另一种形式的保护。我明白了。鹰，你叫鹰对吗？如果在黄昏街的时候我叫住了你，结果会不会有所不同？飘零之花无法重回枝头，这样的假设毫无意义，我无法给予你答案。或许能回答你问题的人来了。让我看看是谁正聚在这里聊天呀，真是个漂亮的女孩。鹰，你居然认识这么可爱的女孩子却不介绍给我，我们不是最好的朋友了吗？你最好的朋友数量可能有点多。别这么含蓄嘛，鹰。虽然知道你只是口是心非，但我还是会受伤的。你重新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艾莉西亚，也可以直接叫我艾丽。你就是那位阿波尼亚，对不对？等你好久了，一个人待在烛火之娥，肯定很紧张吧？那些家伙怎么能把一个柔弱的女孩子扔在这里呢？真是太粗心了。别担心，我这就带你去熟悉熟悉周围的环境。艾莉西亚，她并不是客人。我知道，不过那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不用这么紧张，她只是个普通且柔弱的少女，而且恰好对烛火之娥有一些误会，趁这个机会消除彼此的偏见，加深了解，不是再好不过吗？鹰，你也会帮我保密的，对吧？人已经带回了烛火之娥，任务完成，我要返回独勇进行报备了。哎呀，鹰怎么走得这么急？原本还想3个人好好聊一聊呢。算了，以后一定还会有机会的。你好呀，阿波尼亚。我知道烛火之娥在外面的风评不太好，不过在我看来，这里的大家都只是为了让文明延续下去而全力以赴的普通人哦。相信我，好吗？来，这是表示友好的握手哦。和我随便聊点什么吧，阿波尼亚。艾莉西亚小姐。别这么见外，叫我艾丽就好啦。你不惧怕我吗？惧怕？难道你是觉得我会因为担心被你的美貌盖过风头，所以对你敬而远之吗？不会啊，我最喜欢美丽的女孩子啦。艾莉西亚小姐，你既然了解我的经历，应该能明白我想问的是什么吧。我之所以身处此处，是因为我是即将接受审判的罪人，我的罪行罄竹难书。罪人？可是在我眼前的
只有一个满心悲伤的普通少女呀。不管别人对你如何评判，我一眼就看得出，你从根本上是个极尽所能付出善良的人。可我带来了灾难。如果我没有收容身患崩坏病的人们，或许一切都不会发生。那不是你的错，即便你没有收容他们，崩坏也会在别的地方爆发。你仅仅做了自己认为正确的事。正确的事吗？他们也是这样相信着我的，然后成为了人人惧怕的感染源头，在恐惧中迎来了毁灭。艾莉西亚小姐，你看过孩子们的睡脸吗？小小的，稚嫩的，毫无防备地呈现在你的眼前。如果你在许多个夜晚都看到这样的场景，或许你就能明白我现在的心情了。露尔、安克希尔、绿，一共73个名字。在1天之前，他们还围在我的身边，央求我给他们讲故事。但是现在，一切都付之一炬。我记得他们的每一张脸，那就是我的罪业。阿波尼亚，可以听听我的想法吗？我没有办法劝说你放下那出惨剧，因为对于你来说，那或许意味着背叛吧。但是我希望你知道，灾难并不是你带来的，它只是恰好发生在你的身边。所以不要被困在名为过去的牢笼之中了，因为那些孩子还需要有人记住他们的名字呀。艾莉西亚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你不但记得许多过去的名字，也会遇到新的名字呀。所以别再摆出这副表情了，这么漂亮的眼睛，不笑多可惜呀。来，笑一个。这样一副表情，是在为那些已经不在了的人们默哀吗？为我感到悲伤，请别皱眉，不必为我伤感。如果感同身受的话，就替我笑一笑吧。现在这样的表情就很好。没关系，距离那件事已经过去了很久，这期间发生了许多波折，我早已不再沉溺于自责之中了。这一切都要感谢艾莉西亚，她真是个奇妙的人，对吧？是啊，在我的人生之中，还是第一次体会到手足无措的感觉。因为她的存在，为我的生命开辟了更多可能。美食、美酒，还有3个比盛放的鲜花更美丽的少女。这样美好的情景，只会在童话里出现吧？艾丽，你自夸起来真是一点都不嘴软呢。因为我说的都是事实呀，真诚的夸赞通常都比较动听。小心，酒要洒出来了。哎呀，我的好阿波尼亚，这种时候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。那可不行，要是弄脏衣服的话。好了好了，怕了你了，你还是这么爱操心，连在置身之处也一点都没变。发生了什么吗？对了，还没告诉过你，上一次我去找阿波尼亚的时候，他正在教育一名囚犯，理由是他没有把换洗衣服叠好摆放整齐。可惜你没能看到那个人的表情。真是太有意思了。阿波尼亚，真不愧是你。可惜大多数时候他们都不怎么配合，总是在我只说到一半的时候就没了踪影。那是当然了，他们可比不上我这么听话。既然如此，要不要搬出来住？这样我们就可以经常来找伊甸喝酒了。你应该还没有见过伊甸的窖藏吧？很久之前我定下过一个小小的目标，先把他珍藏的美酒都尝上一遍。那你们恐怕还要喝上很多很多年了。那可不好说哦，我可是有秘密武器。好不好呀，阿波尼亚？留下来吧，
是啊，为什么要避世所居呢？这样的习惯在这个时代可并不多见。难道就像传闻中说的那样，是为了祭奠？我猜是为了守护吧。只有阿波尼亚能够注视着那些静默在黑暗中的身影，也只有阿波尼亚可以保护他们。这就是他一直以来都在做的事情呀。阿波尼亚，我是不是很善解人意？如果猜对了的话，记得要奖励我。就让你经常来陪我好了。是啊，时至今日，我已经不再计较曾经的对错了。我只是想要再多庇护一点眼前的人们，无关他们的过去或未来。艾莉西亚，这是你教会我的事。没错，你只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就好了。认真追求理想的女孩子最可爱了。就算你走错了方向，我们也会提醒你的。这就是好姐妹存在的意义呀。谢谢你，艾莉西亚。这些沉重的话题，还是以后再聊吧。今天就暂且举杯吧。没错，今天可是女生们的酒会，就不要说这些难懂的话啦。来碰杯吧。干杯！敬悠长的岁月，敬此时此刻，敬纯然如一之心。阿波尼亚，你怎么喝得这么快？一整瓶酒都被你喝完了。再来一杯。哎呀，搞错了，那是我的酒杯呀。阿波尼亚。艾丽，原来这就是你的秘密武器吗？这么看来，你的小目标很快就会实现了。那段日子是我最怀念的时光。我本来以为我的一切都会随着疗养院的那场大火一同终结，却没有想到我的未来会一直绵延至今。或许这就是命运的奇妙之处吧。守护了什么，失去了什么，已经模糊在了这片黑暗之中。这里的光线太暗，使我只能看到自己的手中还握着什么，以及想要抓住什么。这就是我迄今为止的人生。好了，我的故事就到此为止。接下来是你的时间，也请让我听一听吧，关于你的经历。你也和我一样，有一段难以忘怀的过往吗？请握住我的手吧，让我抚平你内心的悲伤。没关系，不管需要多久，我都会静静地聆听你的心绪。你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被快乐围绕着的人呢。只有内心充满阳光与温柔的人，才能够注意到这些微笑而美好的瞬间。虽然他们离我的生活很远，但是我也能够感同身受哦。希望在某一天，我也能成为你快乐回忆中的一部分。感觉到迷茫了吗？我明白那种情绪，仿佛深陷于漆黑的迷宫之中，不知道出口在什么方向。既然如此，请让我暂且待在你的身边吧。虽然无法照亮你的前路，但至少可以告诉你，你并不是孤身一人。这个世界上有诸多不平之事呢，
我也曾遭遇过许多，感到委屈不公，或是愤愤不平，那并不是你的错，不必感到自责。不要怀疑你所相信的正确，坚定地走下去吧。别担心，我也会站在你这一边的。